中国历史上有一个奇特的王朝，它覆灭的根本原因是由于财政破产导致的内部崩溃，进而被入关的清军捡了天下。应该说，由于太祖朱元璋的设计，明朝财政制度先天就是营养不良的畸形。这个问题到了嘉靖、万历的时期，虽然不至于一下子造成王朝的崩溃，却已足够让有识之士警醒。历史每当关键时刻，都会有一个挺身而出的人。现在，张居正坚信这个人会是自己。对张居正的评价，历史上向来两极分化，争吵不休，不是高歌颂扬，就是贬低嘲讽。有人说他锐意进取，挽救了大明近100年的国运；有人说他贪赃枉法，生活奢侈，是私德有亏的污点政客。中国人对政治人物向来是有道德洁癖的，而对于顶层的政治人物，更是要求他们像个圣人一样一尘不染。或许是史书中过于省略的笔墨，也简化了一部分民众的思维，让人忽略了每一个历史人物都面对着相当复杂的社会现实。而那些史书上真正的圣人，往往也由于年代久远，只留下其功德的记录，无从考证其私生活是否检点。说回张居正，张居正不是圣人，但不可否认的是，他是个猛人。张居正生于嘉靖4年，他的大半辈子都是在嘉靖朝的阴影下度过的。喜怒无常又独断专行的嘉靖皇帝专宠严家父子，实则是利用严嵩的贪财来满足他自己的私欲。在严嵩父子把持的朝政中，一切不肯同流合污的清流和想要有所作为的官员都被打压，重则处斩，轻则免官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官员连自保都是勉强，又谈何改革？不幸出生于这个时代的张居正是个名副其实的神童，12岁中秀才，15岁中举人，23岁即以全国第9名的成绩高中进士，早早跻身权力中央。张居正熟读历史，必定知道大明另一个神童才子谢晋的故事。对于谢晋的悲惨结局，或许也是心有戚戚。险恶的朝局，历史的教训，性格中天生的稳重，在种种因素共同的作用下，年轻的张居正没有冒失地进攻朝廷，而是在心里把那枚渴望救世的种子埋得很深很深。那么张居正在严嵩大权独揽的20年里都做了些什么呢？这一时期的张居正不能说无所事事，至少可以说尸位素餐。他不是在休病假，就是在做一些肉麻的文章，吹捧严嵩和嘉靖皇帝。比如在严嵩70大寿的时候，他写诗说严嵩所西垂不朽，勋业在凌烟，还在文章中大肆吹捧嘉靖皇帝之功超乎前古，人则便于环区。总之，就昧着良心，闭着眼睛瞎吹。然而张居正虽然表面上对严嵩谄媚至极，背地里却早就跟徐阶站到了一起，成为了徐阶最得力的智囊。正是在张居正的谋划下，徐阶才最终扳倒了严嵩。也许有人会认为这不过就是2面3刀，不过归根结底，还是因为他有着远超一般人的能力，才能够以一介普通翰林的身份入得徐阶的法眼。更难得的则是张居正作为一个才华横溢的年轻人，竟然能够在严嵩当权的时代不忘初心，既没有同流合污，也没有耿直地发动自杀式袭击，而是暗地里等待一击必杀的时机。这充分地说明，在张居正阳奉阴违的矛盾手段背后，其实是他远远超出其年龄的政治智慧。嘉靖45年，嘉靖帝驾崩，张居正受到徐阶的推荐进入内阁。此时他刚刚年过40，对于内阁来说绝对算个年轻人。然而在大明内阁是讲究论资排辈的，早早进入内阁的张居正不幸因为太过年轻，是内阁中资历最浅、话语权最少的一位，还是没有出头之日。但张居正巧妙地将这一劣势转化为了优势，他主动承担了内阁中最沉重的政务工作，然后安心地作壁上观，看了一场完整的内阁内斗。上半场先是徐阶和高拱斗得两败俱伤，高拱惨胜；下半场则是高拱和赵贞吉。到了隆庆5年，内阁中只剩下高拱和张居正2人。隆庆6年，隆庆帝驾崩，年仅10岁的太子朱翊钧登基，是为万历。由于皇帝年幼，太后李氏临朝，太监冯保则掌握了宫中大权。张居正利用高拱与冯保不和，与冯保私下结盟，将高拱排挤出京。至此，
张居正真正登上了大明的权力巅峰，也终于等到时机去唤醒那颗埋在他心底的种子。张居正的改革概括起来只有2条：考成法与1条鞭法。考成法针对大明的官僚系统，就是给每个部门、每位官员落实 KPI 和绩效。所有躺在岗位上光拿薪水不办事的官员，通通遭到了无情的裁员。这个办法自万历元年11月开始实行，一直到万历9年，一共裁撤了1300多名大小官员，接近大明官员总数的1/3。自明太祖朱元璋以来，还是第一次有人这么冷血地向官僚制度开刀。张居正的另一个改革，也是受到争议最大的改革，是1条鞭法。说起来很简单，就是全国所有的税收都折算成现银上缴。这其实是一个很得罪人的改革，因为在此之前，明朝的赋税制度非常复杂。农民你家种苹果，他家种小麦，还有人家种稻谷，上交的都是各家的农作物，怎么才能保证种苹果的和种小麦的上交一样的税收？光是各种农产品之间的汇率就很复杂，更别提还有手工匠人是用自家造的板凳桌椅缴税的。正因为规则复杂，所以可被官吏用来捞油水的空间够大。如今被张居正1条鞭法改了，官僚群体无异于被断去1条重要财路。考成法，官僚们忍了，无非多干点活，断财路这件事可忍不了。只是张居正一时势大，不好动手，只将冷眼观螃蟹，看他横行到几时。同样身为官僚群体的一员，张居正对同行们的怒火是有知觉的，但他不为所动，继续用铁血而坚决的手段将改革推进下去。和1条鞭法相辅相成的另一个改革是清账土地。根据明朝的税收制度，秀才及以上功名的家庭是无需纳粮的，于是很多人为了逃税，就许诺一部分好处，将自己的土地挂到官家名下。还有一些豪强地主则将自己名下的土地隐藏起来，因而也就不需要为这部分土地交税。而张居正要做的是将土地属于谁，要交多少税都算得明明白白，谁也别想偷税漏税。这下不仅惹怒了官僚群体，更是把作为大明统治阶级的全部地主豪绅都得罪了。可以说，张居正完全站在了统治阶级的对立面。正是因为这些改革完全触动了统治阶级的利益，才招致如此激烈的反弹。张居正死后，他本人被鞭尸抄家，张家也遭到了全面清算，几个儿子或死或被充军。回顾嘉靖时期的张居正，我们会发现他其实有高超的处事智慧、权谋和手段，只要他愿意，完全可以保全自己一世英名，再给家族挣个世代蒙荫。张居正不会看不到自己在做的事有多么危险，但他选择即使身败名裂，也要推进改革，因为他还有理想。理想主义是一种奇特的东西，它可以让人抛去个人的得失荣辱，去做一些看似不可思议的利他行为。历史唯一的温柔是让张居正早死了几年，没有亲眼见到寄托他毕生志向的改革人亡政息。关于张居正的改革，有的人说他成功了，也有的人说他失败了，而且两派各自有足够分量的大佬站台。然而在本人看来，争论这个话题没有意义。下一个明朝系列，我们来谈谈为什么张居正的改革无论成功与否都救不了明朝。